拿着今年的辛苦钱，给你凑个整，3万。我为公司年赚3000万，你却把我月薪从3万砍到3000，还让我去前台收快递。你一天只干16个小时，剩下8小时全在摸鱼，心里没数吗？我以为他只是想逼我走，直到我推开机房大门，货架之上竟然挂满了前同事的工牌，最前面的那张竟然印着我的照片。别动，商品，商品，对，商品。你要知道，你在公司真正值钱的部分不是你这个人，是你被蒸馏以后还能卖得上价。张总您看，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新张流出来的数字员工，尤其这一位原设计总监苏婉，业务能力强，客户接受度高，不吵不闹，可以像驴一样使唤他。真人站这儿，结果卖的不是他，是他留下的东西。你们公司挺会做生意啊。张总，时代变了，会干活的人不值钱，能被反复使用的结果才值钱。陈总监，你把人说成耗材的时候语气真熟练，看来不是第一次了。苏婉，你现在的岗位是前台，不是来这里发表意见的。我提醒你一句，认清位置。我认得很清，我现在站着的位置刚好能看见谁把人当人，谁把人当货。等会儿，你们公司卖的数字员工，他们本人都不知道吗？这个您放心，入职时他们都签了数字资产授权书，他们的鼠标轨迹、图层命名习惯、配色直觉等都是公司资产。现在他们可以24小时干活，比活人好用多了。比活人好用。客户的反馈确实是这样，所以把我降薪到3000，是为了让我自愿离职。把你降薪到3000，是给你留的体面。看，他比你乖，比你快，还不会顶嘴，想替代我，白日做梦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提醒张总一句，先问清来路。有些东西买回去是资产，有些东西买回去是麻烦。苏婉，苏婉，你现在是在公司内部，不是在你以前那个总监办公室。你现在连碰这块牌子的资格都没有。原来连我自己的名字碰一下都要申请，那你们挺怕我的。怕你？苏婉，你以为公司为什么把你调去前台？是因为你重要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你已经完全被替代了。替代我？那怎么还挂着我的名字卖？婉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地方不是前台该来的吧？他手欠，差点碰了商品。婉姐，你别怪陈总监说话直，他也是为公司好，毕竟有些东西你确实碰不起了。人一旦从楼上调到前台，手就别伸太长，容易显得不甘心。我是不甘心，我不甘心的是你学我学了3年，怎么说话还是这么刻薄。婉姐，你累不累啊？大家都看着呢，输成这样就别装赢了。输赢这种东西，你们总爱说的太早，牌还没翻完就急着鼓掌，容易打脸。苏婉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婉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。我们内部岗位调整，有些人还没适应。有些人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不敢叫了。苏婉，别闹，今天有客户在。原来你也知道今天有外人在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接受现实，别在这无理取闹。你说的对，人确实要接受现实。比如我今天终于看清，原来订婚戒指戴在你手上只是装饰。苏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闹，我只是突然明白，为什么有人明明穿着西装说出来的话却像2手包装纸，因为本质上他只是个会站队的快递箱。怎么看到熟人了？我发现你们胃口还挺大，连公司最后一个会修设备的人也想拆开卖，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明天8点开会，还有惊喜在等着你哦。好，那你们今晚最好也睡早点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账适合白天算，有些账适合半夜算。不用，再让他们演一集。我1年帮公司净赚3000万，可老板转头就把我调去前台收快递，从月薪3万直接变成3000，说好的60万奖金只给我3万，本以为他只是想逼我走，直到那个女人出现。这边请，顺便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前设计总监，现在被贬为前台收快递。设计总监做前台？没办法，有的人适合做门面，有的人适合做内容。婉姐现在算是终于找准自己位置了。许巍，你这张嘴要是能像你抢方饭一样快，可能早就不用躲在别人后面说话。婉姐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你不能因为自己现在不顺，就看谁都像欠你的吧？你想多了，你还没重要到让我看得上。哎呀，婉姐，对不起，我手滑了。不过前台嘛，擦桌子应该比做方案熟。苏婉，你以前管理团队的时候脾气挺大的，现在是怎么了？你们就这点小伎俩，段位太低了。苏婉，你现在全身上下都写着4个字：不服从管理。那你看错了，我写的是另外4个字。什么？你们快完了。婉姐，你在前台做了1晚，做出幻觉了吧？你现在连邮箱权限都没了，你拿什么让我们玩？权限这种东西，站得高的人只看结果。苏婉，
你站得高，你现在连工位都没有。工位不代表位置，有些人坐在总监办公室里，也只是临时保管；有些人坐在前台，别人照样得绕着走。赵总监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苏婉，你适可而止。苏婉，你适可而止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自己清楚，许巍现在负责的项目很关键，你不要因为个人情绪影响团队。个人情绪？我指出别人拿我的东西叫个人情绪？赵恒，你还是我未婚夫吗？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婚礼延期，你现在这种状态不适合站在我身边。你说错了，不是我不适合站在你身边，是你终于发现你不配站在我旁边了。苏婉，你别把自己想得太高。我从来不需要把自己想得太高，我只需要站着，你们就会显得很矮。你姓苏？是。张总，这边请。前台只负责登记，不负责聊天。婉姐，你还真是什么人都敢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想靠旧关系翻身呢。放心，我真要翻身，关系会自己来找我。原来不是站队，是排队。苏婉，偷看别人东西可不像你。董事长，您能拿我怎么样？要不把我月薪再降降？苏婉，你到底凭什么这么狂？凭我知道这栋楼里不是每一层的门都归你开，所以我们这次的方案呢，主要是针对年轻用户的喜好进行了一些调整。苏婉来的正好，帮许巍看看他现在是不是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。挺好，配色偷我的，结构抄我的，连我3年前废掉的过渡液都舍不得扔。有一种捡旧衣服还硬说是高定的捷径。婉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这可是我熬了3个通宵做的。够了，苏婉，这是会议室，不是你撒气的地方。他偷我的创意叫汇报，我说一句真话叫撒气。看来这个会议室只欢迎谎话。董事长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当然没有，你没有原创，没有边界，也没有胆子承认。第6页，右下角放大。我有个习惯，自己过手的稿子都会留一个极小的收尾记号，不影响美观，只影响良心。你猜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，有的人做方案靠创意，有的人做方案靠简陋。很好，苏婉，我还真是低估你了。从现在起，公司所有历史方案统一收归档案管理。没错，今天下班前，所有人上交个人电脑和历史项目备份，包括前台苏婉。对啊，董事长，我支持。毕竟过去再辉煌，也只是过去。过去确实只是过去，但有些过去是遗产，有些过去是证据。婉姐，你刚才太帅了。你追出来就是为了夸我。你现在能站着说话，不是因为你赢了，是因为赵董还没认真收拾你。那你替我谢谢他。我很久没见过这么努力证明自己是个蠢货的人了。苏婉，你少装，你以为你现在这样很高级吗？被调去前台，方案被拿走，你到底还在狂什么？我狂？许巍，你看清楚，一个人站得稳不叫狂，你跪得太久才会觉得别人站着刺眼。一般越爱摆拳的人越怕别人不认。行啊，那你看看这个，分成协议，我7，公司3。你果然还是适合当学徒，连被利用都要挑最像奖状的那份合同。徐总监，补充通知，就分成比例作废，从今天开始，你1，公司9。苏婉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你是不是故意看我往里跳？是你太想踩着我往上爬，爬太急的人最看不见脚下是井还是路。你们一直在卖的那300多份稿子，都是我不要的半成品，真东西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找到？苏婉，你别得意，赵董已经发话了，今天你必须低头。那让他来，我也想看看，一个靠捡别人脑子做生意的人，低头的时候，脖子会不会比别人更硬？师傅，他们让我装新系统，说是提效工具，但我一看权限申请，根本不是工作软件。他们想把我的代码、习惯、协作记录全收进去。他们明天就要我签字。你工位第3块地板下面最中间的抽屉里有个旧 U 盘，你一定要找到它，把里面那份原始稿拿出来。记住，待会儿不管谁来叫你，别去机房。
师傅，你早就知道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居然连你都不放过。师傅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先学会别慌。这栋楼里最值钱的，不是你会做什么，是你什么时候闭嘴，什么时候开口。林深，赵董要见你，有晋升机会，别让董事长等。陈总监，前台值班宝还没填完，按制度临时调人需要先登记，你不会连自己写的流程都不认吧？苏婉，你现在是前台，别拿以前那般管人。前台不是职位低，只是离你们见不得人的事近一点。苏婉，你非要在大堂闹，闹得大家都看你才满意吗？我没闹，我只是整理了一下访客记录，比如上周3那个没走预约流程就上楼的人根本对不上，还有你苏婉也要上楼，要不然你母亲那份旧病历明天就会出现在内部系统里。师傅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先学会别慌。这栋楼里最值钱的，不是你会做什么，是你什么时候闭嘴，什么时候开口。林深，赵董要见你，有晋升机会，别让董事长等。陈总监，前台值班宝还没填完，按制度临时调人需要先登记，你不会连自己写的流程都不认吧？苏婉，你现在是前台，别拿以前那般管人。前台不是职位低，只是离你们见不得人的事近一点。苏婉，你非要在大堂闹，闹得大家都看你才满意吗？我没闹，我只是整理了一下访客记录，比如上周3那个没走预约流程就上楼的人根本对不上，还有你苏婉也要上楼，要不然你母亲那份旧病历明天就会出现在内部系统里。你们真有意思，一言不合就开始威胁。陈曼，你知不知道，一个人开始拿别人家人当筹码时，说明他手里已经没牌了。你错了，这可不是没牌，而是最管用的牌。这是最下作的牌，也是最容易让人输光的牌。所以苏婉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我正好也想看看赵正雄是想跟我谈条件，还是想低头求我收手。低头求你，苏婉，你还真敢白日做梦！记住我刚才说的话，谁叫你都别去。今天开始，前台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是证人。他以为一杯茶就能把我请回棋盘，闹够了就回来，要懂得感恩。许巍的位置给你，陈曼的业务也可以归你管。你要是愿意，我甚至让你直接进管理层。说说你的条件，看我有没有兴趣。爽快，条件很简单，删掉你那些来源提示，把这几天闹出的风声压下去，对外统一口径，就说是内部磨合。至于你，年薪500万，外加股份。苏婉，你笑什么？叫你们真会包垃圾，把套人的东西做得这么漂亮。你说清楚。这一条说得挺体面，翻译一下，以后连我下班随手画的草稿，你都想装进口袋。行业都这么做。都这么做这4个字，是做亏心事的人最爱说的话，因为人一多，胆子就大了。苏婉，我今天把你请上来，是给你台阶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原来这杯茶是台阶，赵董挺会省钱，一杯热水就想换我低头。苏婉，你真以为自己很重要？我重不重要，你不是已经证明了吗？工资砍我，岗位换我，现在亲自哄我。你要是不怕我，哪来这么多动作？名单可以给你，林深的原始合同也可以给，但你得先告诉我，你背后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你查不到，让我告诉你，就是向我认输喽。认输这件事，你可能要先给我打个样。苏婉，苏婉，你别以为我真不敢动你。你在这个行业要资源没资源，要平台没平台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以后连一张图都没地方交。原来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怕的是没地方交图。赵正雄，你真是做老板做久了，连别人为什么站着都看不懂。你这份合同签章授权链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很大，大到你无法想象。你们拿出去做支撑的那套说法根本站不稳，真要往下追，第一个倒的不是我。你以为给我看这个我就会慌乱？难道不会？不会，因为你敢把这张纸拿给我看，说明你手里已经没别的更硬的东西了。这份名单我收下。至于你，你最好趁现在多坐一会儿这把椅子，毕竟再过几天，你可能就需要
站着跟我说话。苏婉，你以为你看到001就算赢了？你只是刚刚摸到门缝。门缝够了。你们这种屋子，一透风就塌。名单第1号，竟然是我，编号001。师傅，你是第一个。不，我是第一个被他们算过账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不是样本，我是诱饵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名单上这么多人，叫醒他们。可他们未必信。人不会因为真相而醒，人只会因为疼醒。等他们发现自己辛苦学出来的本事，正在替别人赚钱，他们会比谁都清醒。播放重要通知：客户要求重新核验，交付来源。苏婉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客户开始退单，项目卡住，整个设计线都在停摆，你非要把公司搞黄才开心是不是？公司死不死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偷来的东西卖久了，总要有人来结账。结账？你拿什么结？你真以为这就是赵正雄一个人的生意？经络只是壳，后面那条线比你想的要大很多，你一个人凭什么掀桌？谁告诉你我要一个人掀？哦，对，你背后有人，可那又怎么样？你真以为你一句我家就能把所有人吓住？苏婉，你装神秘装的我都快信了。你当然不信，因为你这一辈子见过最大的靠山，就是赵正雄那张随时会翻脸的嘴。你少看不起人，没有我，你早就被替代干净了。是我帮他们把你的设计拆开，帮他们把你的东西蒸馏成数字员工的。没想到你竟这么厚颜无耻。苏婉，你现在每多骂我一句，都等于在骂你自己教出来的好徒弟。你错了，我教过你做事，也教过你做人。你今天这个样子，不是我教坏的，是你自己本来就歪。你别得意，名单上的300多人，看你叫得醒几个？他们现在都靠这份工作吃饭，你让他们站出来，他们敢吗？敢不敢是他们的事，告不告诉他们是我的事。许巍，你以为你今天冲进来是在骂我？不是，你是在替赵正雄试我，是我看到001会不会乱，是我知道周牧爷这个名字会不会怕。可你们忘了，人一旦真正开始怕，就不会冲到我面前来喊。你现在这么崩溃，说明我猜对了。你胡说。你昨晚没睡吧？你怕客户继续闹，怕公司先把你推出去挡灾，怕赵正雄把73改19之后，下一步就是把你名字从系统里一起抹掉。你怕得要死，所以你才跑来冲我叫。你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不是你自己送上门来让我说的吗？你以为你很干净吗？名单第1页是你，你才是整件事最早的入口。你要是真把这份名单掀出去，第一个被人议论的就是你。议论我，那正好。我不怕别人看，我怕的是有些人不敢让人看。赵正雄不是想知道我下一步做什么吗？告诉他，名单上的人我会一个一个去捡，他们的账我帮他们看，他们丢掉的名字我帮他们找回来。苏婉，出来聊聊。你现在的这个距离像来签收快递，说吧，几号见？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？不然呢？你想听我怎么说？未婚夫终于想起我了，还是赵总监今天终于舍得从别人的办公室出来了。苏婉，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我准备重新评估我们的婚约关系。如果你继续胡闹，婚礼只能取消。你说错了，不是取消，是你终于敢承认你不配了。你以为离开你还能剩什么？我离开你，至少还能剩我自己。你离开我，还剩什么？剩一身西装和一张谁强就跟谁走的脸。赵总监，你别生气，婉姐现在做前台情绪起伏大，很正常。你倒是情绪稳定，昨天还在走廊上尖叫，今天就又能出来演体面。许巍，你恢复力挺强，真像蟑螂。婉姐，嘴硬没用，有些位置不是你站回去就算赢，比如赵恒身边那个位置，你现在就站不回来了。挺好。回收利用，节约环保，旧东西总得有人接手。你说谁是旧东西？谁着急谁就是。苏婉，赵董要你上楼，还有关于你和赵总监的婚约，公司公关建议尽快切割，免得后续继续影响品牌形象。
正好，你也配不上未婚夫这3个字了。以后见我记得叫我苏小姐。对了，你要真想捡我不要的东西，动作快点。你早就准备好了是吗？准备什么？准备今天当众跟我翻脸，让我难堪。赵恒，你对难堪的理解挺窄的。你站在旁边看别人羞辱我的时候，不叫难堪；我把请柬撕了，就叫让你难堪。原来你的体面需要专门踩着我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？因为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你越反抗，公司就越要压你。我如果跟你一起顶，只会2个人一起玩。所以你选了最聪明的方式。我被打压的时候你不帮我，我被踩的时候你却顺手补一脚。万一我爬起来了，你是不是要说是为了保护我？赵恒，你这算盘打的，我几百里地都能听见。你以为我想这样？赵正雄早就盯上你了。如果不是我一直拦着，你以为你还能安安稳稳坐在前台？工资被砍到3000，名字还被挂在机房里卖，这叫安安稳稳？赵恒，你替他们说话说久了，连人话都忘了怎么讲。行，那我今天也把话说开了。你现在最大的麻烦不是赵董，不是许巍，是你自己。你太骄傲了，总觉得所有人都欠你一个说法。没人欠我说法，但欠我的东西必须要还。呀，真的撕了？婉姐，你也太冲动了，婚约这种事儿怎么能拿来赌气呢？许巍，你站这儿的样子很像专门来捡别人吵完架后剩下那点热气。那也总比有些人连热气都没了强。赵总监，有些人不识好歹，你也别太难受。不是所有女人都值得你费心。你不甩开他，看来是真站对了。对，我站公司，也站在更理智的一边。终于说人话了，赵恒，我最看不起的不是背叛，是你一边背叛，一边还想保留深情忍。你现在这副嘴脸倒顺眼多了。苏婉，不是所有人都会一直围着你转，你以前站得太高，所以看不见很多人早就想从你旁边走开了。走开没关系，别回头求我就行。赵总监，赵董让你过去。另外，资料室权限从今天起做调整，涉及核心项目的旧档案统一回收。动作这么快，看来有人怕了。怕？苏婉，你别太高看自己。公司只是清理冗余，把员工数据都收走，叫清理冗余。果然，做贼的人都爱给自己起雅称。赵恒，你不知道，那你这队站的也不够核心啊。陈曼，旧档案回收名单里有没有我经手的项目？权限调整是赵董的决定，你要问就上楼问赵董。听见了吗？你站的是公司，可公司没打算站你。婉姐，你少挑拨了。赵总监跟公司是一条心，公司怎么可能不管他？许巍，你急着替他说话，不是心疼他，是怕他塌了，你脚下也空了吧？你别把别人都想得那么不堪。苏婉，资料室权限调整属于公司内部流程，你现在无权过问。无权过问？那我倒想知道，你们今天从谁手里收所有涉及项目的旧资料会统一处理，不针对任何个人。旧资料说的真清醒，那可是谁拿过我成果的证据？苏婉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不多，刚好够知道。你们现在急着收走的，都是最怕被人看见的。苏婉，我提醒你，资料室不是你现在该碰的地方。你们越不让我碰，越说明里面有鬼。陈曼，你们藏证据的样子比偷东西还急。够了，苏婉，现在不是追旧账的时候。项目汇报马上开始，许巍，你去前面准备。苏婉，你的位置在最后一排。这个新项目由我全权负责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设计会全面进入标准，我们不再依赖个人风格，而是靠更稳定的团队方法。婉姐，你作为这个部门的前一把手，要不要起来点评一下？毕竟你现在做前台，这种机会不多了。好，点评可以，先放大第7页右下角。这是我的习惯，经我手的稿子都会留这么一个记号，不影响美观，只影响撒谎。婉姐，一个小符号说明不了什么，毕竟在团队协作里，灵感共享很正常。灵感？你这话说的像把别人家窗户拆了，还要别人夸你会通风一样。苏婉，你别在这阴阳怪气，就算这是你以前的旧习惯，那也只能说明你过去做过，但不代表现在。许巍，穿上我的衣服，不代表你长成了我的骨架。徐总监，赵董找你，
现在去吧，看他今天是给你颁奖，还是背锅。你故意的。哪件？你故意在汇报厅点破那份稿子，故意让我当众难堪，然后赵董立刻找我问责。苏婉，你就是想看我死。你说错了，我不是想看你死，我是想看你什么时候明白，你在他们眼里从来都不是自己人。少来这套，你以为我会信你？你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我跟赵董反目，然后你坐收渔利。你总算聪明了一次，可惜还是只聪明到一半，因为就算没有我，赵正雄也早晚会把你推出去。凭什么？现在公司最需要的人是我。公司需要的不是你，是一个方便顶责任又随时能换掉的人。许巍，你最大的价值就是你以为自己有价值。你闭嘴！怎么，这就破防了？他刚刚是不是跟你说项目先由你扛，风头过了再补偿你？是不是还顺便暗示你，必要的时候赵恒也可以替你作证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因为像赵正雄这种人，每次用人都一个套路，先捧，再试，最后丢。就算这样，也轮不到你可怜我。至少赵恒现在站我这边，至少他选的是我，不是你。赵恒可不是选你，他是选眼前看起来还没他的那块板。你真把他当依靠，那你比我想的还可怜。那你进来，我们今天把话说清楚，别总在外面装得高高在上。看清楚，这些都是赵恒签字通过站我这边的项目记录。签字通过不等于赵恒替你负责。你别偷换概念，他签了就是认可我。你拿的是旧版，关键风险页被抽掉了。旧版又怎么样？赵恒签字是真的，真的，所以才更麻烦。签字时间比最终修订早了整整1天。那也不能证明是我的问题。能证明你接手时风险已经被藏下来了。你少吓我，赵恒不会这么对我。他签字是为了证明他提醒过你，那不是站队，是提前跟你切割责任。你以为他拉你上桌，其实是让你挡刀。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信你。这些东西谁让你拿出来的？你不是说会替我兜着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你之前明明不是这么说的。项目是你接的，文件也是你拿的。看，他连和你切割都不愿意等明天。苏婉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怕的不是他闹，是这些纸还在。签字链条一完整，谁先改版就藏不住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试刀，看你们敢不敢真把我推出去。苏婉，你别把话说得太满。我敢进来，就没打算只靠这几张纸。你还留了别的东西？许巍，闭嘴！你越急着让他闭嘴，就越说明他说到点上了。你拿我的签字记录来跟他证明什么？赵恒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被他逼急了，他一直羞辱我。纠正一下，我不是羞辱你，我是陈述事实，羞辱是你们擅长的事。你非要把事情闹成这样？不是我闹，是你们一个想踩着我上位，拆给别人看，现在拆到自己手上流血了，又嫌我闹。你看见了吧？他从来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赵恒，你以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一直这么累？挺好，你们终于不演了。苏婉，我承认这段时间我处理的不好，但你也有问题，你永远什么都想掌控，你太强势，强到别人根本没法靠近你。对啊，婉姐，你最失败的地方不是太聪明，是你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谁靠近你都得仰着头，时间久了谁不累？原来你们已经商量好了台词，一个负责说我强势，一个负责说我高高在上。怎么，下一句是不是就要说都是因为我太不好相处，所以你们才不得已走到一起？赵恒，你背叛我不是因为我强，恰恰是因为你弱。
你需要一个永远比你更差的人站身边，来证明你自己像个男人。你胡说！至少现在他站我这边。那你让他选，现在立刻，看他是站你还是站他自己。赵恒，看见了吗？我都不用碰你，你自己选的东西就会先让你难堪。苏婉，你毁了我！不，毁你的是你自己。我只是站在旁边，看你怎么一脚踩空。赵董那边已经知道了，许巍、赵恒，你们两个马上过去。是他故意挑事，他就是想挑拨我和赵恒。我挑拨？你们俩连靠近都带着算计，还需要我挑拨？赵恒，你今天终于把最值钱的一点东西也弄丢了。什么？体面。终于轮到他亲自下场了。等会儿你就按赵董说的讲，把责任都推到他苏婉身上，只要你开口，大家就会信。我知道怎么说。赵恒，这一次你不能再犹豫，他不完蛋，我们谁都别想好过。苏婉，待会儿发言结束后，你配合做个内部情况说明，说白了就是认个错，毕竟公司已经很给你体面了。体面不是别人给的，是别人拿不走的。你到现在还端着，行，希望你待会儿还能这么硬。赵总监，请问近期项目争议，公司怎么看？近期部分流程主要源于个别员工个人情绪失控，将私人矛盾带入工作，影响了项目协调。其实我们都很理解完结，毕竟情绪有变动也正常，只是公司毕竟要往前走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执念影响所有人的努力。说完了。苏婉，这是正式说明，不是你插话的时候。巧了，我也正想纠正一下，刚才这段不叫说明，叫甩锅。婉姐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赵恒已经很克制了。你也很克制，都快笑出来了，还不忘压嘴角。你能不能别再让事情更难看？难看？赵恒，我站出来说句真话就难看了。项目为什么出问题？不是因为谁情绪失控，而是因为有人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包装成自己的能力卖，卖久了当然会露馅。你还是要上演给谁看？谁急谁就是。周先生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路过。苏小姐。周先生。他为什么叫你苏小姐？因为他不瞎。那个周先生是谁？不知道，但陈曼刚才那个反应不简单。苏婉她为什么会认识那种人？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她都已经坐到前台了，为什么还能有人对她那么客气？陈总监，刚刚那位周先生，不该问的别问。还有，赵董让你现在上去。赵董是不是要重新安排我？你去了就知道。知道为什么叫你上来吗？是项目的事。你不是一直说自己能独当一面，那就证明给我看，把苏婉那条线上的老客户3天内稳住，稳不住你就从设计总监4个字上滚下来。赵董，但那些客户本来就认谁？认项目成果。那你现在就去让他们继续认。你等会儿必须帮我。客户问以前的项目细节，你来接。我只能帮你圆场，真要细聊设计判断，我帮不了。那你以前跟着他那么久，干什么吃的？许巍，注意你的语气。你们新负责人是你？是的，王总，以后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。苏婉呢？苏婉姐现在在做内部岗位调整，但项目这边您放心。我不放心，我合作的是苏婉这个人，不是你们公司招牌。她不在，我要重新评估。王总，团队能力是延续的，方案不是靠某一个人。这话谁教你的？不是靠某一个人，你这么急着证明干嘛？王总，我们会保证交付质量。我记得你之前见你话很少，现在苏婉不在，你倒出来说话了。
王总，楼下有位周先生找您。周先生来了。对了，如果苏婉还在，帮我转告他一句，上次他提的那件事，我随时配合。苏小姐，老先生问您今晚回不回去吃饭？今天先不回，告诉他我还有戏没看完。周先生您好，我是……怎么不说了？你不是最会自我介绍吗？你拼命想认识的人，却只认我。你先冷静。我冷静？他连我是谁都懒得听，他竟然亲自来问他，所以现在更不能乱。你也怕了？你在想苏婉背后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别忘了你是哪边的，你现在回不了头了。我没说要回头。今晚赵董有个私人饭局，周先生也可能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倒要看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是不是装的。苏婉，你站住！怎么，又来认人？你少装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周先生今天会来？你是不是故意让他在所有人面前给你撑脸，让我难堪？许巍，你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我做事不是为了给你看。那你不回岗位也不走，到底来这里干什么？看戏，看某些人的下场。你真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输吗？会，但不会输给你。好，那今晚你敢不敢来赵董事长的私人饭局？你不是总说自己不靠谁吗？那你就来看看，离开那些大人物，你还剩什么？好啊，我正好也想看看，还有别总拿你敢不敢这种话激我。你这种人问出来，只会显得你自己很怕。你真来了，我还以为这种场合你会不习惯呢。是有点不习惯。这种局不是谁都能来的，位置坐错了反而会很难看。是不习惯这灯太亮，照得你脸上的急太明显。婉姐，嘴上赢没用，待会儿来的可不是会让着你的人。那正好，我也不喜欢别人让。老先生，您能来真是给面子。婉婉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来看看你，顺便看看是谁欺负我家孩子。老先生有点误会，我们和苏婉之间都是内部沟通。不用讲内部这两个字，你的内部有多大我知道。老先生您不知道，婉姐最近情绪起伏比较大，很多事。你是哪位？我是项目负责人。我没问你职务，我问你是谁。许巍，回答不了就坐下，别把一顿饭吃成你的自我介绍会。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，是想认认人。当然，您有什么想了解的，尽管问。不用问，看一眼就够了。你就是赵恒。听说你和婉婉有婚约。是。那你眼光不怎么样，人都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还不知道该站哪边。你好，我是……算了，这都不重要。老先生，这中间有误会。苏婉的能力，公司一直很重视，重视到把我调去前台，把我的工作方式拆开来卖。赵董，你这重视挺伤人。凭什么他什么都不用说，你们都站他那边？我比他差哪儿了？他会的我都会，他不会我也能学，为什么你们都只看他？因为你学的都只是像我，而我从来没想过像任何人。你说话呀，你告诉他们，我不比他差，你不是选了我吗？你抢来的东西，第一个就不愿意替你证明。苏婉，如果我当初……别如果，赵恒，你是最不值钱的。你不是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你自己，既要又要。婉婉，回家吗？不急，还没完。赵董，今天这顿饭算我谢谢你，你帮我认清了两件事：一，什么叫低配的野心；二，什么叫会走路的风险。老先生让我问你，要不要开始联系？联系，一个一个来。先从谁开始？先从最不愿醒的那个开始。赵恒？不，
许巍。那赵正雄呢？先晾着，楼塌之前，总得让里面的人多晃几下。我不是回来证明我没输的，我是回来告诉你，这局我说了算。老先生作为行业协会名誉会长，已经准备好了所有被侵权员工的联合举报材料，还有既然已经回国了，他等这一天应该也等很久了。先让许巍知道，人最怕的不是旧账被翻，是他不知道哪一页会先翻。赵董让我通知你，今天下午复盘会你也要参加，毕竟项目出了问题，你总不能一直坐在前台看热闹吧？你今天气色不好，不是关心，是提醒你，下午可能还会更难看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苏婉是你叫他来的？好久不见许巍，当年的联合方案、原始稿和修改记录都在这里。我的名字是提交前一晚被删掉的，不是我叫他回来针对你，是证据自己会说话。欠别人的署名和权益该还了，这不是个人恩怨，是所有被侵权员工的共同维权，被拿走的创意和劳动成果都该交给证据和规则处理。赵恒你也看见了，现在是继续沉默，还是配合核查？我会配合。这些材料我们会正式提交，谁该负责都交给证据和程序判断。这件事儿不能再在公司内部解决了，我代表公司向被侵权员工公开道歉，并依法赔偿损失。经行业协会核查，陈曼和许巍存在严重侵权行为，已被列入行业黑名单。请记住，你的创意和劳动都属于你自己，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拿走。终于结束了，